德国一些媒体引用德国汽车专家杜登霍夫旗下德国汽车研究中心的数据预测，2024年中国汽车年产量将首次突破3000万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国家的产量超过3000万大关。比亚迪销量爆炸式增长了41%，与此相反，特斯拉没能达到计划中的181万辆，只有179万，所以其股票重挫6.08%。我们先看看德国大型新闻网站 NTV 的报道：一年3000万辆汽车，中国正在书写汽车工业历史。中国在汽车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一项预测，中国制造商的汽车产量首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国家的汽车产量突破3000万辆大关。根据波鸿汽车研究中心 CAR 的预测，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势不可挡。据该研究中心主任杜登霍夫称，中国在202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汽车年产量超过3000万辆的国家。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汽车工业史上首次有一个国家在1年内突破这一汽车产量大关。官方数据尚未证实这一点，不过据杜登霍夫称，截至11月底，中国已生产了2790万辆汽车。参照2023年12月的生产数据，推断这数字是可信的。当时中国生产了308万辆汽车。中国市场的领导者比亚迪专门生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汽车，去年的销量增长了41.3%，达到近430万辆。这意味着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的汽车产量几乎与整个德国的年产量相当。汽车研究中心预计，2024年德国的汽车产量达到约440万辆。汽车等于中国是对中国数据的诠释，该声明说。朋友们，我们看下面这个表格，该报道专门列出了过去10年来比亚迪的全球销量表。我们可以看到，直到2020年都不温不火，但是自2021年以来，每年销量都呈爆炸式的增长。去年刚超过300万辆，而今年飙升超过40%，达到430万辆，太厉害了。现在德国媒体每提到中国汽车，必定会提到比亚迪。最近，比亚迪在第4季度取代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然而，根据汽车专家杜登霍夫的说法，去年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重要性有所增加，纯电动汽车在比亚迪产量中所占比例从52%下降到42%。目前，比亚迪90%的产品在中国销售。在新销售的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中，该公司占据了中国1/3的市场份额。尽管征收额外的进口关税，但中国汽车制造商正越来越多地进军欧洲市场。德国柏林晨报对此也做了报道，同时也提到了德国大众汽车的困境。当大众汽车为未来挣扎时，中国突破了一个重要的关口。配图说明，来自中国的比亚迪不仅该品牌在崛起，整个中国汽车产业也在崛起。中国的制造商首次成功的在1年内生产出3000万辆汽车，德国无法比肩。大众汽车公司正在德国裁员数万人，并关闭工厂，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却迎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根据波鸿汽车研究中心 CAR 的预测，去年中国的汽车制造商首次生产了超过3000万辆汽车。据分析，这是汽车工业史上首次有国家在1年内突破这一产量大关。截至11月底，中国已生产了2790万辆汽车。据该研究所称，2023年12月的产量数字也使CAR预测的3000万辆汽车变得可信。当时中国的汽车产量为308万辆。汽车研究中心主任杜登霍夫告诉本编辑部，可以推测去年最后1个月的产量也达到了这一水平。中国在汽车领域的新实力，专家解读其形成原因。在德国，曾经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大众
奔驰、宝马正遭受销售疲软和电动汽车发展滞后之苦。大众汽车计划在未来5年内裁员35000人，每年减少73.4万辆汽车的产量。此外，还将它的2家工厂另作他用。汽车研究中心预计，2024年德国的汽车产量约440万辆乘用车和商用车。中国是世界汽车业的新中心。5年前，没有人相信中国制造商展现创新实力。杜登霍夫继续说，这位汽车专家对中国的实力有2种解释，其一是强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中国制造商在其中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其二是技术领先。这位汽车专家说，在汽车数字化方面，华为和小米早已领先。德国汽车制造商现在必须将目光投向中国。德国公司也在中国生产汽车，然而根据 CAR 的数据，有一家中国制造商是最大的赢家之一。根据 CAR 的数据，比亚迪是中国市场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年产量427万辆，完全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杜登霍夫预测，比亚迪将在未来10年内超越丰田，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如果德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把研发部门的重点放在中国，他们就有机会。中国拥有我们所不具备的技术，而我们却错过了。这位汽车专家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只能在中国与当地技术领导者合作进一步开发汽车的原因。他认为德国汽车制造商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也是制造电动汽车最多的国家。根据 CAR 的数据，中国去年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走在了前列，共有1200万辆新能源车在中国下线。根据 CAR 的预测，2024年德国仅生产了约140万辆新能源车。现在我们来看看奥地利新闻关于此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数以百万计的这些汽车都堆放在仓库里，相比之下 KTM 简直就是个笑柄。数十亿美元的补贴和奴隶劳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中国是如何在这里获得掌声的？下条评论：洗洗睡吧，欧洲！欧洲已经变得厌倦和懒惰，我们正在失去与其他经济国家的国际关联。我们再往下，我们没有失去关联，我们很久以前就掉队了。我们继续往下，每天生产82000辆车，难以置信。然后他自己补充，或每小时3400辆，或每分钟57辆，或每秒1辆。下条评论：在中国买车比考驾照更容易，他们采用摇号制度以限制私人销售，并不笨的做法。继续往下，特别是比亚迪，它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并从特斯拉和欧洲制造商手中抢走一些风头。除了极高的性价比外，自主研发的电池技术也是比亚迪的优势之一。比亚迪的电池也安装在特斯拉的一些车型上。德国媒体 NTV 报道说，在电动汽车方面，汽车专家杜登霍夫说，德国落后了，中国是新型汽车之国。现在我们看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就电动汽车而言，德国是落后了，但就内燃机而言，德国领先。所以呢？下条评论：感谢我们的财富毁灭者德国绿党、社民党、基民盟及自民党。继续往下，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就是这样咯。我们再往下，伙计们，你们总是有相同的专家，无聊无聊无聊啊。下条评论：胡说八道，中国由国家出钱补贴电动汽车，这是纯粹的计划经济。继续往下，汽车只是中国第一马赛克上的下一块拼图，电脑、玩具以及整个拼多多海外版产品目录，把矛头指向邪恶的中国是错误的。如果德国人愿意在自己家门口持续购买更昂贵的德国产品，
那就好了。我们再往下，他是过去式的白人老汽车专家。下条评论，杜登霍夫，一个把德国选择党无害化的人，用他就是这样的人来淡化埃隆·马斯克的恃强凌弱。继续往下，德国肯定落后了，因为他们完全致力于内燃机。我们再往下，中国和汽车当然可以了，他们为我们手工制作廉价产品，这方面他们已经足够好了。汽车大国排名是：第1名德国，第2名日本，第3法国，第4韩国，第5美国。德国知识点评，大家看看这个人有多自大。这样的德国人其实不少，不过这样挺好的。这种叫不行的西方人越多，对中国其实越好。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焦点新闻盘点2024年汽车业的赢家与输家。2024年的赢家和输家：比亚迪、宝马、大众、内燃机、电动汽车。大众汽车正陷入危机，中国的电动汽车巨头正在起飞，内燃机的寿命比许多人想象的要长，轻松驾驶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焦点新闻的年度大回顾中，我们来回顾2024年汽车行业的兴衰。这是怎样的一年啊？在柏林，红绿灯政府正在被经济现实击垮。德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垫底，但在能源价格和官僚主义方面却名列前茅。危机正重创汽车业。尽管大众汽车迄今为止避免了大规模的工厂关闭，但它仍在裁员数万人，并不得不处处节省开支。奔驰、宝马、保时捷和欧宝也面临着各种问题。下层的情况不那么明显，但也是灾难性的。大大小小的供应商都在裁员、关厂或搬迁工厂，或申请破产。因此，难怪2024年的输家名单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不过，也有一些赢家和希望之光，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且最有可能成为这场危机的赢家。以下是我们一如既往完全主观选出的2024年汽车行业的5大佼佼者和失败者。赢者冠军：内燃机及燃油车。曾经宣告内燃机死亡，只有顽固分子才不会驾驶电动汽车。中国人会用廉价的电动汽车占领欧洲，汽油车和柴油车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情况恰恰相反。尽管欧盟将从2035年起禁止所有新车使用汽油、柴油甚至混合动力驱动，但越来越明显的是，纯粹以电动汽车为重点的意识形态气候政策在现实面前是失败的。全球许多汽车制造商都被迫取消了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增长目标。无论是奔驰、菲亚特、福特、通用汽车还是马自达，甚至又开始研发新的内燃机，尤其是混合动力驱动。而原本计划纯电动的新车型，如奔驰 CLA 或菲亚特 Grand Panda， 也被赋予了经济型混合动力版本，作为电动车型的替代。2024年绝不是世界反对电动化的一年，这一年也有赢家。见下文。但在这一年，汽车制造商重新找回了现实感，意识到政治层面计划经济的要求与消费者的需求并不一致。赢家第2名是宝马。宝马的策略是，内燃机将不会消失，但未来它将退居次要地位，重点还是电动汽车。赢家第3名是比亚迪。如果只看德国，中国巨头比亚迪实际上应被归类为2024年的失败者之一。尽管比亚迪作为欧洲足球锦标赛赞助商的公关炒作声势浩大，但销售数字却远不如预期。不过，比亚迪在中国国内的发展却非常顺利。特斯拉的电动汽车竞争被遏制得很干净，而大众、奥迪和其他制造商的电动车型则被逼上了绝路。比亚迪还在许多出口市场上声名鹊起。新款海狮7等车型表明，中国人正在迅速改进自己的汽车，并明显以客户的愿望为中心。在所有的中国品牌中，其中许多迟早会消失。
比亚迪作为一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牌电动汽车制造商，无疑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不仅咬住了大众汽车公司的小腿，而且还有可能在竞争中砍掉他们的腿，至少在某些市场是这样。赢家第4名是特斯拉，这就不多说了。赢家第5名呢是达契亚，对这个罗马尼亚品牌我也不多说。我们看下面，输家第1名是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关于它的问题过去已经讲了很多，所以今天不再讲它了。输家第2名是美国的福特，输家第3名是天然气和新能源替代驱动，输家第4名是那些小型初创电动车企业。最后我们来看看焦点新闻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2025年的输家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德国，其糟糕的框架条件和基础设施，无论是燃煤电动车还是柴油内燃机车。下一条评论，为什么内燃机是赢家？内燃机的末日已经注定，如果只是因为必要的二氧化碳定价的话，尽管框架条件仍不理想，但电动汽车的数量仍在继续增长。我们再往下，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制造商如此急于淘汰内燃机。电动汽车的发展至关重要，2035年禁止使用内燃机也不是太早，不过这还有10年的时间。下条评论，目前很难决定是内燃机汽车还是电动汽车，但从长远来看，电动汽车将占上风。内燃机汽车越来越昂贵，尤其是在燃料成本方面，电动汽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技术上会有所改进。我自己驾驶燃油车超过45年，驾驶电动车已有1年半，它适合我，从续航里程和成本来说，所以我很满意。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小小的事实核查，比亚迪2024年生产了430万辆新能源车，比2023年增长41%。按照这个速度，比亚迪将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一家不再销售纯内燃机的制造商。顺便提一下，2024年中国制造商占全球市场的42%。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